谁家门前有燕雀相和？岁月无负闹市无声，家中坐一坐，无人似我挚爱的轮廓。若来日有江风照面过，且还我不做那镜中客。梦看破往事一却也无，浓香烛淡墨书，红窗深处有尘俗。进去。柳娘子啊，苏夫人这么爱打听呀？这不巧了吗？我也爱打听。去年年中，苏家郎君在惠州豪赌，一掷千金，甚至还搭上了自己的布匹铺子，可最后却输了个底朝天，共计850两金赌债。苏夫人爱子心切，连夜带着苏郎君举家迁至北州躲债，却不肯安分，反倒想借着与我们乔家结亲，谋得一笔嫁妆，来给你的赌棍儿子抵债。柳娘子，你误会了。是不是误会？苏夫人心里清楚。不过我倒是想提醒你一句，这债主已经在来的路上，估摸着也就这2、3日就到了。苏夫人，再不走可就躲不掉了。柳绵堂，你……好了好了，快收起来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别到时候弄出人命了。你行。二舅母回来了。你在得意什么呀？我？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，我可清楚得很呢。你根本就没有去京城嫁到崔家，一个女子独自在外面野了3年，能做出什么好事儿来？听说你在西州找了个郎君啊，想必是让人生了厌，才灰头土脸的跑回来了吧？二舅母这么大火气，看来苏家是没缘分了。你妹妹可跟你不一样，就算没了苏家，还有更富有的人家。我已经托了媒人，这2日就相看。不过我劝你，还是安分守己的，好好在屋里边待着，别出来现眼，否则，别怪纸包不住火。怎么会呢？在这个紧要关头，二舅母待我，肯定如亲生闺女一般，豁出命来也得保全我这个乔家外孙女的名声，否则，我们家青英妹妹还怎么嫁人呢？倒是我，一个小小杜妇，自己过得不如意，还要眼看着妹妹风光大嫁。哼！二舅母走好。
密信。淮阳王熟睡后，小人溜进去看了那封信，是求救信吗？淮阳王是如此写的：那条狗常来院中探访，与我相厌，却要须臾威仪。他骂本王是狗？未必是指代您。那后面呢？淮阳王还说，那狗似知我忌惮，害我不好出入前院，自由全无。他这就是指代本王啊！要不是他自己犯忌，我闲出鸟来要关他，还找了一间日照最好的院子给他住。那，王爷，接下来该如何处置？关，继续关，关死了。把门缝里塞上布条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先找一个郎中，把他那老十字的咳疾治好，别死在我院子里。去吧。是。宣幽州王觐见。臣叩见陛下，祝陛下圣功金安。幽州王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幽州王跋涉千里，倾注圣安，足见其诚，为藩王之表率，理当重赏。爱卿所言极是，孤深以为然。幽州郡王刘期，忠正明恩，守节秉礼，坚刚不可夺其志，万念不能乱其心。至亲王爵，擢升礼部尚书，监管北域、幽、燕、北云4州，况也制前使司。谢陛下恩典。孤惯常在此处喂食，这几尾红鲤时时等在近处，养得又肥又大。倒是那些小鱼，忍饥挨饿，孤须得兼顾些才是啊。哎呀，圣恩难料啊！陛下，您看，这些红鲤日日守候，不敢懈怠。原本呢，靠着劳苦赚些吃食，可是没想到，他们还不如那些什么都不做的小鱼。他轻易的就被夺了吃食，这，哎，是哪家红鲤受了薄待，都闹到叔公面前去了？陛下，征迪才德兼备，也曾经为陛下奔波筹谋。本王看他也算是老实忠厚之人，才得以重用啊。原本想让他替陛下呢去北地管理制前事宜，有这等事，叔公怎么不早同孤说呀？哎呀，难道以孤与叔公的情分，孤还会故意拿着这点好处做顺水人情？如今旨意已定，事难变更。叔公，如今幽州王归顺，也是朝中之喜。叔公您深明大义，不会让孤为难吧？陛下哪里话？为了江山社稷有所裨益，本王岂能如此小气啊？那就好。打扰陛下雅兴。王爷，这刘裕把手都伸到本王这里来了，礼部尚书职位姑且也就算了，就连4地制前使司都许给了幽州王，这明明是要瓦解本王的势力。
本想着恶人谋恶人，崔行舟此行不掉块肉也得扒层皮，没想到让这幽州王这么快进京了。难不成陛下早已和他联手了？哼，他们可有暗通款曲，不重要，只要他们共同的弱点在本王手里握着，本王照样能拿得下他们。王爷是说北周的柳氏？本王可没有怜香惜玉之情啊，找个机会生擒了他，断胳膊断腿倒也无碍。曾祖母可好些？都是救急，无碍。来，坐。幽州王归顺为诸王做了表率，崔行舟此番之事办得好。依哀家看，淮阳王此前伐西有功，可他不骄不躁，如今又为大齐的未来鞠躬尽瘁，可谓当世英杰。如果朝廷里能多几个像他这样的能臣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陛下，淮阳王此次立功，你打算怎么奖赏他呀？曾祖母放心，姑一定重重奖赏。追一个！行了，别弄了，行了，老板好吃吗？你闭嘴！你们当家的是柳绵堂。小娘子何事啊？他一身的病，之前连个绣面都缝不好，竟能号令一群男子行镖。小娘子既认得柳娘子，那你就应当知道，她是天底下最会做买卖的人，也容不得他人在自家的院子里倒了一簸箕灰，还能提着扫帚走出去的。巧了，我这会儿也不打算走。陆舟、陆叶，阿姐，阿姐，知姐姐回来，本该早来探望的，可姚李前几日正急着出祠，实在脱不开身。你不会怪我吧？这么说，新祠是烧成了，怎么不拿来看看？说成也是成了。如姐姐之前信中的指引，北周郊外的如奔山中的确有紫金土矿。我一到北周，就先着手治了窑厂，高火烧制下，的确是黑胎。我这次下山带了些个，想先进城北周王府，让北周王能允我在北周先打开一条商路，挣些本钱回来。不给你看吗？也是怕我这些瓷器入不了你这个行家的眼。我哪是什么行家啊？那就等我烧制出能媲美灵泉极品的瓷器，第一刻就让姐姐长眼。妹妹精益求精，功不厌烦，一定会成功的。那到时候我负责供货，刘姐姐的镖局负责出镖，咱们精诚合作，挣她个盆满钵满。姐姐，适才外头是什么情况啊？是要去什么晦气吗？的确是有晦气找过来了。啊？真州的晦气。哎，可你之前不是在信中说你俩已经一别两宽了吗？怎的？人已经到门口了吗？是啊，连乔公都被他惊动了，跟着二郎过去了。那车好生气派，就不知道是哪户人家来相看。哎呀，等见到不就知道了吗？您就是乔公了吧？
不知镇南侯光临寒舍，有失远迎啊。不用，我与乔家大郎乃是多年好友，路过宝地，特来拜访一下。请。走。侯爷。哎，你昨日给媒人多少银钱啊？怎么弄了个侯爷来啊？我没给银钱呐，我哪有银钱呐？没给？这难道不是来相看的？这，来，侯爷请，都来见过侯爷。不必拘礼。多年前，老朽行镖路过真州，与老侯爷有一面之缘。那时犬子尚且年幼，并未随行。大郎，你是何时结交的镇南侯啊？我与镇南侯，在买马的时候，我与乔兄啊，是在灵泉，西周的灵泉印马时认识的。哦，印马结缘。这倒是个奇遇啊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让我想想。侯爷，那是一个秋天。侯爷，您来尝尝这个点心。侯爷认识我家女眷？没有。那侯爷在找什么呢？晚辈初来乔府，便发现堂内子孙都是英才，就连家中的几位小娘子也都如此娴静，诚然是乔公的福气呀。哎呀，侯爷谬赞了，我家小女呀，清音从小就琴棋书画。外祖父，贵人事多，还是让舅舅同侯爷叙话吧，免得打扰了侯爷旁的事。好。柳娘子，这我，小拳，自己人。谁跟你自己人？你从他人之气，不能连累无辜啊。是吗？别。绵堂，我去外面给你守着，尽快些。好。多谢。难道不是你帮着崔行舟诓骗我？我醒来听到的第一声崔九，不是出自你口？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啊！我当时只想着救你，都是崔行舟那厮逼着我说了谎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也难辞其咎，因此专程来到北周，来向娘子道歉。这是什么？我一直担心你的手伤，便寻了一个古方。我的手早就好了，侯爷若是看不出来，我们再比划比划。那就不麻烦了。我知你如今行动自如，可毕竟是断筋重续，即便出狱了，阴雨寒天也还是会疼，是不是？这个药，每日涂在伤处一次，
3个月内即可痊愈，再无一症之扰。这个方子里有一味鹦鹉花，可遇不可求，我也是费尽了周折才寻得调配出来的。这天下可就一份儿，娘子可千万不要暴殄天物。多少银钱？我付给你。咱们这交情，谈银钱伤和气。我也的确伤了这和气，但这个药价值1000金，就算我的赔礼。娘子，不要再怪我了，好不好？鹰骨花，我找了这么多时日没找到，你怎么找到了？你就按照你的方子把它给做出来，然后还有一件事情，需要你帮我。什么事儿？帮我把它送过去。你不是要去北周吗？你怎么不自己去送？我送，它能用啊？我不去。求你了。我不可能去。侯爷若是不收，就把药拿回去吧。行，那我收了。六娘子可知，邢州他如今身陷北周王府。他在哪里，与我何干？那就是许久未见。我也一样。本想着去王府套套交情，为他说2句好话，可谁成想北周王却以各种理由搪塞于我。你说，他们会不会对邢州用刑啊？会不会一言不合就把邢州给杀了？你也知道，我比较愚钝，所以此次前来，特地与娘子商量对策。娘子就没有一丝担忧吗？我只知道，再跟侯爷这么待下去，舅舅该担忧了。清晨气若草，物是人非呀。好绵糖，你在西周找的那位郎君，该不会就是这位？二舅母想多了，我不过就是您口中的弃妇罢了。哎呦，绵糖，那都是我不对。当日是生了苏家的气，才会冲撞到你。我怎么会跟你置气呢？你看看这乔家上下，二舅母最是喜欢你了。哎，我也是怕呀，这乔家门衰祚薄，你青英妹妹攀不上一个好人家，她可是你的妹妹呀。你还记不记得你们2个小的时候住在一起，一起学女工、放风筝，你们还一起……二舅母只需知道，苏家并非是良配。是是是。而且很快，我就要说一声恭喜了。啊？竟然在哪儿呢？你看这个师傅来了啊！乔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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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日都是我让着你的，这次我先说，我先说，我先说。到底要说什么呀？说媒呀！这10里8乡啊，可都传遍了。这乔家人能结识镇南侯如此的王孙贵胄，还从不张扬显露，这足以可见低调内敛，品格贵重啊！就是，昨儿啊，让我来说媒的就有5家人家呢，我这儿有8家。你们乔府可有2个待嫁的小娘子，有吗？
贺娘子，您带来的瓷瓶，我也都呈给了王爷。有劳管事了。王爷有何点评？哦，今日府中有贵客莅临，王爷先去会客去了。不过，请贺娘子放心，您做的瓷品这么好，王爷定会答应给你们批一些去北周诸郡售卖的商证。您且先去北屋歇着，等候王爷召您入见。有劳了。请。崔行舟骂我是狗，还在本王的地界上巧取豪夺、为非作歹、欺男霸女。换成你，你能忍吗？我能。你是能啊！你俩在真州秤不离砣，狼狈为奸。你临近大婚，撤了婚约，他也是。你们俩什么关系？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。你放屁！你放肆！你一个小小的侯爵，一进门就让我放人，还口吐污言，你不怕死在北周啊？好啊，你够胆就让一王一侯死在你北周，看朝廷和我真州大军不杀你个鸡犬不留！告辞。哟，这不是我那落跑的小娘子吗？让我侯府丢了面子，又没了里子。侯爷，是想召我回真州？这大可不必。贺娘子这为了躲我，跑得可够远的。侯爷真会说笑，商贾守本，为了安身立命。我在北周开窑，造瓷。这瓷瓶是你的？10几炉里就这么个孤品，进呈给王爷，想得个北周的瓷器行商证据，可惜被某个贵客给摔碎了。不是我，那就是王爷喽。我听王府管事说，王爷今日心情甚好，没事摔个瓶子做什么？听响取乐？他求着崔行舟，我跟他吵起来了。他骂我跟崔行舟。你们2人不该被骂吗？不是。哎呦，我这不是解释不清了吗？那就别解释了。哎，对不住了，是我摔的。这什么事儿？慢点。大喜事啊！瞧着金玉嫁女，真是一表人才啊！真气派！新姑爷一表人才啊！哎呀，这乔家好福气啊！起驾！淮阳王已经几日没有吃饭了吧？不，那一定是府上的饭菜不合口味。我马上让人做一些真州的菜肴送来。不必。淮阳王一句话只能说2个字，是吧？有事儿，骂您。本王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如你所言，幽州王确然在数日前已经入京面圣了。
哦，这是好消息。不，幽州王在离京回幽州的路上遇到了刺客行刺。不过，在刺客出现的时候，幽州王身边出现了数名暗卫相护，已经将幽州王安全送到府中，这才是好消息啊！那些暗卫都是你的人啊，你早就知道有人会对幽州王下杀手啊！幽州王若是死了，那王爷就会有足够的理由将我给杀了。届时，真州军就会北上，你我鹬蚌相争，便会有人渔翁得利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一切？王爷啊，看似是无所忌惮，实际上是一个最会审时度势之人。旁观的久了啊，自然也就明白了这天下大事将趋于何处，自然也能做出最妥当的决定。可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当一方藩王，朝中争斗尔虞我诈，我不想掺和呀。王爷啊，你这是在搪塞我。我又没有承诺你什么。幽州王如今无恙，你又无歹心，本王只能还你自由，旁的事多听无益。啊，崔老弟啊，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还有一个坏消息是什么呀？乔家今日要嫁女儿了。不就是他表妹吗？非也非也，全错全错。新郎不是苏郎君啊，是乔公精挑细选钱家郎君。他不仅家底殷实，相貌堂堂，而且高中举人，前途无量。尤其是乔家的柳娘子啊，那绝对可以说是相貌非凡啊！来乔府提亲的人可以说踏破了门槛。那钱郎君啊，一见到柳娘子可以说是六神无主啊，诚心实意，几番求娶，乔公拍板了。他就这么同意了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有同意不同意啊？本王就知道六礼进行的非常顺当，就快事快办嘛。我算了一下时辰啊，花轿也住手，让他走。吓我一跳。哎呀！你下来！这匹可不能借你啊！这是本王从西周辗转运来的汗血宝马呀！哎呀，这是本王都舍不得骑的汗血宝马。多谢多谢，恭喜啊！多谢，多谢。你是什么人？胆敢当街冲撞婚队？这是要做甚？莫不是要抢新娘来？我乃大齐的孝廉，小心我！得罪，来往海涵。我不是来抢亲的，我是有一句话想跟教主的新娘说。哎呀，新父母要多管，不可坏了礼数。哎，你这郎君休要胡搅蛮缠。这新人明媒正娶，六礼已成，必是两情相悦，真情相待。你这是嫁给此人，可是真心的。你这混厮哪里来的？赶紧来人，轰走！
你若是真心待他，愿与他交付终身，我祝福你；但你若是有半分的犹豫，那你就跟我走。胡闹！绵堂，我不是柳绵堂。你这人，你再胡搅蛮缠，我就要报官家了。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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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，走。这人怕是脑筋有问题吧？怕是得了失心疯了。真是有病。恭喜！那便是淮阳王啊，谢王爷。呀，王爷，老奴可是给您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什么好消息啊？哦，老奴是带着太皇太后的懿旨而来，王爷立下军功，太皇太后奉言大悦，要将武华公主赐婚给您呐！淮阳王崔行舟接旨。王爷，听旨啊！今有武华公主御制令名，才学独善，温香恭淑，有徽柔之志，柔明玉德，有安正之美。盖方年29，免误其韶华。特令宗正寺代其择选家婿，闻淮阳王崔行舟文武双修，才德识匹，宫中体国，正合公主下降。佳偶天成，有司择日修理，册命主者施行。王爷，接旨啊！哎呀！恭喜王爷，双喜临门呐！王爷，这是高兴坏了吧？老奴来之前啊，已经见过北周王了。他说王爷在北周事务已了，只要您愿意，他随时可以派人护您离开北周。本王还有旁的事情要做。旁的事啊，能有太皇太后懿旨要紧吗？这面圣拖不得呀，王爷还是做好准备，早日启程进京吧。那老奴就先行告退了。行舟蒙陛下特遣中使赐臣军功，兴荣之余，望请赐他物与故人。故人得皇恩傍身，远近无一感轻，他日成婚，无一感薄。谢公请御，好风度啊！崔行舟以为他是谁啊？果要赏赐柳绵堂，又何须他来求？起身吧。是。
宗女和官眷的册封如何？出过礼部，翰林院正在撰拟告赦文书，待陛下都批了红，再交由内阁善写，最后落印。孤要赏赐领面堂，县主之位。前朝有过宗外女子从龙有功，册献君之例，陛下若定下了，宗亲与礼部当不会有异，只是封号还需陛下钦定。怀丧。怀丧。娘娘，这二字究竟有何含义？丧子犹如故地，怀丧有追忆过去之意。陛下是想提醒那个贱人，不要忘了他们的过往。把东西都拿下来，小心点。是。这就是王爷所说的有要事相议，不可不来啊。再过2日，崔贤弟就要走了。之前把你困在府上，多有得罪，这个本王心里啊，过意不去啊。今日邀你一同野外踏青，策马骑射，算是为你践行，也做个赔罪。王爷是真会替我着想。水过夜相会，日落重逢时还不忘大致因果。谁偶然经过，一转身海棠飘落。爱对了错人的悲欢离合。不是千万里流云墨雪，难相守亦相别，当过春水有力纠结。一双人，一恨怨，心与心共眠。就曾月眼眸的明明灭灭。我魂听见化作叶开寄托，莫追究细云里半生烟波。放那些深爱与分落，无知无休。平生缘深成空，还有许多。流云墨雪，难相守亦相别，当过春水有力纠结。一双人，一恨怨，相伴两不言。似是梦，胸膛中光阴渐渐，心无用言与你岁岁绵。